各位朋友，華碩居然跟 GoPro 推出了這台 A 面有夠美的 ProArt 聯名筆電，但其實更美的是，它居然用上了 AMD Strix Halo 當中可以稱為怪獸級處理器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處理器，再搭配上現在看起來更加豪華的 128GB 共享記憶體，不管是拿來輸出還是跑 AI 都非常舒服啊！嗨，歡迎回來，我是驢子。AMD 推出的 Ryzen AI Max Plus 395，大家一定都不陌生。這是一個只有內顯不用獨顯，卻主打高效能輸出的筆電處理器。那之所以可以這麼玩的最大原因，就是 AMD 在 Ryzen AI Max Plus 395裡面直接塞了一顆理論效能可以對標 RTX 4060筆電獨顯，甚至在同瓦之下有着可以跟 RTX 4070、5060這些新世代獨顯一拼的 Radeon 8060S 內建顯卡。而這也是 ProArt 跟 GoPro 聯名筆電的最大看點。筆電全名也非常好認，就叫做 ProArt GoPro Edition。沒錯，那眼尖的朋友現在都注意到了 ，ProArt 的 GoPro 聯名版本就是來自於我們先前開箱過的 PX13 改款版，定位同樣是 for 創作者的輕薄效能筆電。但是我們先前開箱的是採用 Ryzen AI 9 HX370，再搭配上4060筆電獨顯的版本。而今年華碩則帶來了 Ryzen AI Max Plus 395的版本，那我個人是樂見其成啊。需要酷大的朋友可以選擇 RTX 獨顯，而專案常常因為 VRAM 不夠卡住，或是單純想要跑超大逼數模型的朋友，那 Ryzen AI Max Plus 395可以說是汪洋中少有的浮木。不過就以 ProArt GoPro Edition 來說，華碩完全沒在客氣，直接上滿了 128GB 的共享記憶體。不是 128MB 哦，是 128GB。對於現在越來越多結合 AI 的創作者，或是 Vibe Coding 大師想要跑 AI 再結合創作來說，透過買 ASUS 就可以快速分配共享記憶體。比如說，你可以切出32、64，甚至最高96GB 的獨立記憶體給 GPU 用，或是直接拉到接近124GB，讓 CPU 跟 GPU 依照當下的狀況自由共享，怎麼想都很舒服啊。那這也是共享記憶體最大的價值。這 128GB 的記憶體，你可以根據當下的使用需求，自由的分配給系統或是 GPU 使用。那比如說，你今天想要跑 After Effects 的輸出，那主要是吃系統的記憶體空間嘛，那你就可以保留更多的記憶體給 CPU， 把獨立留給 GPU 的記憶體拉低，讓記憶體需求不會爆掉。那如果是跑 Premiere Pro 超大型專案或是動畫解碼，這些常常需要大 VRAM 才能順利解出來的專案，那你就可以把記憶體多留一點給 GPU， 避免遇到 GPU 記憶體不夠直接閃退的瓶頸。那又或是你想要在筆電上直接跑數百億級的大模型，一次就要吃掉60-70GB 甚至更多的 GPU 記憶體，那這正好也是 Ryzen AI Max Plus 395的最大優勢。過往在筆電上跑 AI 模型，常常被限制住的不是 GPU 不夠強，而是 VRAM 根本不夠用。但在這裡，我只要動動手指，調整一下共享記憶體就能解決。對於消費級常見的模型來說，有了共享記憶體的幫助，已經不是快不快，而是能不能的問題了。這也是為什麼每次聊到跑低端模型，就會有人在問需要多大的共享記憶體、多大的統一記憶體這些問題。那說回來，這台除了跟 GoPro 聯動之外，最讚的地方就是 ProArt 依舊將整機控制在 13.3 寸、1.39公斤的輕巧機身當中。並且因為用的是 AI Max Plus 395嘛，所以對比上過往上百瓦的獨顯筆電，這台無論是在續航表現、離電之下的流暢性，甚至發熱控制，都會比傳統的高效能筆電好上許多。好，重點就先講到這裡。究竟 ProArt GoPro Edition 的整體表現如何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我們還是先從外觀看起。首先，在 A 面上 ，ProArt GoPro Edition 正面同樣採用了全金屬打造，主要 ID 採用 GoPro 的經典直條紋設計，並且在正面、側面、轉軸、出風口、低面都大量用上了直紋設計，並且機身採用了 CNC 直紋精雕工藝，視覺非常統一。左下角有亮面 ProArt 的 logo， 右上角則有黑色的 GoPro logo。有趣的是，連 C 面的緩衝墊都巧妙地融合了 ProArt 的 logo 設計。第一面的膠墊甚至有着 GoPro 藍的亮片混色，整體低調簡練，但仔細看細節也顧得很好。以工作機來說，實際真的蠻美的。而在盒裝配件上
華碩直接給了 GoPro 聯名豪華大禮包，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首先，當你打開這個裝備箱造型包裝的時候，就會覺得華碩真的用心啦。整體設計 ID 跟筆電本體呼應，採用 GoPro 經典直條紋設計，中間的亮面名牌寫上型號。指紋背帶則採用 GoPro 經典藍，配上標語 "Be the hero of your story"。而且這個箱子不只是裝備箱造型而已，它是真的可以拿來放攝影設備的。你看，裡面的緩衝泡棉已經有預先切割，可以自由挖空使用，拿來收納 GoPro 放各種配件都可以。裝筆電的話，華碩也隨附了一個聯名的冒險隨行包，打開來後，裡面不只可以收筆電，還有夾層可以收納你的攝影設備、記憶卡跟配件。外面的彈性網也可以外掛一些要快拿的伸縮桿之類的，就是完全創作者導向的筆電包設計。那你也可以把裝備箱的背帶拆下來，組裝在隨行包上，拿來裝筆電跟攝影設備都可以，整個搭起來很帥。哦對，這是 ProArt GoPro Edition， 也直接隨附了 ASUS Pen 3.0 觸控筆，可以搭配觸控螢幕繪圖使用，你就不用另外購買。而在 I/O 接孔上 ，ProArt GoPro Edition 左側配有華碩新版部分方向的方形電源接孔，一個 HDMI 2.1。經過我們實測，最高可以達到 4K 165Hz， 也就是真 HDMI 2.1 的配置，拿來外接電腦、4K 120Hz 的電視都好用。接着是個 USB 4規格的 C 孔，最高可以達到40 Gbps 傳輸速度。經過實測，最高可以做到100瓦的 PD 充電，也支援 DP 影像輸出。還有一個 3.5mm 音訊接孔。接着電源按鍵在右側，所以就算折起來當平板用，也可以正常開關筆電。搭配上一個 microSD 4.0 讀卡機，一個 USB-A， 以及同樣是 USB 4規格，可以充電、可以輸出畫面的 C 孔。最棒的是 ，ProArt GoPro Edition 居然也保留了 XG Mobile 的支援，所以最高可以搭上5090的 XG Mobile 獨立顯卡盒外接使用。整體來說，一個 A， 兩個 C， 一個 HDMI 2.1， 還有一個 microSD。以13寸的翻轉筆電來說，也是盡力塞了。那正常來說，我會敲碗可以給全尺寸讀卡機，但考量這台是 GoPro Edition， 那給 microSD 讀卡機，的確也比較合理，沒話說。而在重量上，也是這台的一大亮點。根據我們實測 ，ProArt GoPro Edition 單機只有 1.39 公斤，以效能筆電來說相對輕巧，帶出門剪片、工作都算舒服。就算加上原廠200瓦充電器，也就 1.91， 不到2公斤。但是，如果你是要帶出門文書或是簡單創作的話，經過我們實測，2個 C 孔都支援100瓦協議，其實帶上一顆100瓦的小尺寸氮化鎵充電器就很夠用了。而在使用體驗上，單手開合沒問題，180度平放當然也沒問題，甚至你要直接360度翻轉當成平板，用觸控的方式使用也完全 OK。那在這個狀態下，你可以橫着用，也可以直着拿。就跟平板一樣，系統會自動旋轉，翻轉到背面的鍵盤也會自動停用，所以不用擔心會誤觸。不止如此，你可以把熒幕立起來跟客戶簡報，或是立在桌上用帳篷模式畫畫都可以。那 PX13 身為陪着創作者上山下海的系列 ，ProArt GoPro Edition 同樣通過了包括沙塵、濕度、衝擊、-32度低溫以及70度高溫等等的極端測試。最終獲得了 MILSTD810H 的美國軍規認證。接着，我們看到創作者筆電最重要的熒幕 ，ProArt GoPro Edition 與舊款的 PX13 基本相同，都是搭載了一塊13.3寸、官標 3K 解析度的 ASUS Lumina OLED 觸控熒幕，並且用上了目前主流的16:10熒幕比例，拿來 Photoshop 修圖、Premiere 剪輯的時候，軌道直接比傳統16:9多一排，就是舒服。頂部擁有視訊鏡頭，並且支援 Windows Hello 臉部辨識解鎖。不過稍微可惜的是，這次的 ProArt GoPro Edition 熒幕更新率同樣維持在60Hz，沒有改變。接着，我們就來看顯示效果。身為華碩的創作者系列產品 ，ProArt GoPro Edition 依舊獲得了出廠校正的禮譽。我們就直接來實測。首先來測亮度。經過我們實測 ，ProArt GoPro Edition 在全白螢幕之下可以達到562尼特。HDR 峰值亮度則是可以來到664尼特，對比上一代略有提升，日常使用拿來創作都沒有太大問題。
而在顯示效果上，你可以透過買 ASUS 或是 ProArt 專屬的 ProArt Creator Hub 調整色域選項。ProArt GoPro Edition 提供了包括原生、sRGB、DCI P3 以及 Display P3 總共4檔的色域可以調整。經過我們實測，這塊螢幕的原生色域可以達到100%的sRGB、98.9% 的 Adobe RGB 以及100%的 P3 色域覆蓋，所以在顯色表現上就是目前頂級 OLED 的表現，沒有問題。而在色準上，我們就切換到對應的色彩模式進行實測。首先來測 sRGB， 經過我們實測 ，ProArt GoPro Edition 可以達到 99.9% 的色域覆蓋。而在色準上，我們實測 sRGB 的平均色彩 Delta E 只有 1.27， 這個數字小於2的表現就已經是很準，可以給過的意思。最大 Delta E 則是 2.21。而在 DCI P3 表現上，同樣可以達到100%的色域覆蓋，平均色彩 Delta E 1.21。最大 Delta E 更是只有 1.94， 兩者都達到小於2的優秀表現。最後 Display P3 模式也完全沒問題，同樣達到100%的色域覆蓋，平均色彩 Delta E 只有 1.1， 很準。最大 Delta E 則是 2.21。整體來說，這次 ProArt GoPro Edition 的色準和色域覆蓋都沒問題，打開來就可以開始創作。那身為華碩的 OLED 機種，ProArt GoPro Edition 同樣內建了 OLED 防烙印功能，你可以在買 ASUS 開啟像素重新整理、自動隱藏工具列等等選項，降低烙印風險。同時 ，ProArt GoPro Edition 也提供了低亮度防閃爍的功能，對於 PWM 敏感的朋友來說，絕對是個好消息。對了，這台在買 ASUS 當中也提供了 AMD AFMD 正生成的選項，那下面也有列出使用條件，遊戲時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開啟。而在音效上 ，ProArt GoPro Edition 採用雙揚聲器配置。經過我們實測，在 Netflix 當中，除了可以成功點燈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聲之外，也可以成功做到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的 HDR 影像串流，成功點燈雙杜比。而這組喇叭，我們實測最大音量都在92分貝，並且支援 AI 降噪喇叭的功能。接着我們看到 C 面，有趣的是，華碩採用了 GoPro 經典的藍色系燈珠當成鍵盤背光。在頂部的 GoPro 快捷鍵上也加上了藍色塗裝，當背光點亮的時候 ，GoPro logo 就是整個背光當中最藍的小家伙。那身為創作者筆電，華碩也在頂部加上了各種好用的快捷鍵，包括快速喇叭靜音、快速關閉麥克風、快速關閉鏡頭、快速打開 ProArt Creator Hub， 這些實用的按鍵都獲得保留。那你一定很好奇，這顆 GoPro 按鈕按下去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原來是啟動 GoPro Player， 也就是 GoPro 自家的360全景影片編輯軟體。ProArt GoPro Edition 也直接隨附提供了1年的 GoPro Premium Plus 免費訂閱。不過，身為 ProArt 跟 GoPro 的聯名機種，也不是加上一個按鍵這麼簡單。比如說，華碩把 GoPro 拍出來的素材，直接透過 GoPro 雲端整合到自家的 AI 相片管理軟體 StoryCube。只要同步到 GoPro 雲端之後，我們打開 StoryCube， 你看。這邊就出現了一個 GoPro Media Library 的選項，點下去之後 ，StoryCube 就可以直接存取你的 GoPro 雲端空間，你就可以自由選擇要把哪些素材匯到 StoryCube 當中。那這邊就要簡單介紹一下 StoryCube 在幹嘛了。簡單來說，這是華碩推出的 AI 相片管理軟體，並且可以直接用筆電的效能離線做到 AI 相片辨識和分類，所以一切的運算都是跑在筆電上面的，不會上到雲端，也相對沒有隱私疑慮。那最大的功能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相片不知道要怎麼整理，那你只要把它們全部匯入 StoryCube， 系統就會在背景自動跑 AI 辨識跟分類。除了可以用時間、地點快速找到照片之外， AI 也會自動進行人臉辨識，或是根據拍攝場景進行分類。那我覺得最好用的就是你可以透過自然語言搜尋相片，比如說我打狗狗，你看 AI 就會把狗狗相關的照片找出來。而現在 StoryCube 除了可以直接匯入 GoPro 素材之外，居然也可以成功預覽點360的影片了。除此之外，身為 AI PC 的一員 ，ProArt GoPro Edition 同樣內建了 Copilot 按鍵，而在鍵盤手感上，整體會是薄膜偏 Q， 但不會過硬，長時間打字也算舒服。ProArt GoPro Edition 同樣給了一塊面積不小的觸控板，並且左上角也擁有虛擬 Dialpad 旋鈕。只要在右上角向內滑，當 Dialpad LED 亮起的時候，代表已經啟用了。
那華碩這個 Dialpad 好用的地方是，你可以透過內建的 ASUS Style 控制軟體，針對不同的 App 選擇你需要的功能。那最基礎的像是點一下，可以快速調整系統音量或是亮度。那你也可以設定在 Premiere Pro 當中快速調整時間軸，在 Photoshop 裡面可以快速調整參數等等。好，重點就先講到這裡，我們直接進入到大家最期待的效能實測環節。那依照慣例，我們直接卸下底部的所有螺絲。那不要忘了，中間這個軟墊下面還有一顆螺絲，要記得取下來。右下角這顆螺絲有自動頂高的設計，方便你取下底蓋，這點好評。打開來之後，映入眼簾的就是面積不小的 Ryzen AI-Max Plus 395處理器。那身為 AMD Strix Helio 的當家旗艦 AI-Max Plus 395，採用 AMD Zen 5架構，擁有整個系列當中最完整的16個 Zen 5大核，達到32執行序，並且由台積電4奈米 FinFET 工藝所打造，完全是效能猛獸。尤其它被安裝在一台13寸的筆電裡面啊，過去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那最酷的地方就是在內顯上 ，AMD 直接搭配了可以迎戰獨顯的 Radeon 8060S， 採用 RDNA 3.5 架構，擁有40 CU， 並且在產品名稱裡面都直接寫了 AI 了嘛，所以這顆也內建了50 TOPS 的 NPU， 在系統管理員當中就可以看到。那透過這組簡單但是直接有效的2條貫穿式熱管，搭配上1條輔助熱管 ，CPU 用上液晶，再搭上雙風扇散熱模組 ，ProArt GoPro Edition 可以做到85瓦的 TDP 解熱能力。在 SunnyMark TimeSpy 20人的壓力測試當中，穩定性達到 99.1%， 全程 CPU 溫度控制在 72.1 度左右。實際測量機身溫度，最高溫落在鍵盤靠上，達到 41.6 度。鍵盤按下去的散熱表現不錯，最高溫大概落在 35.4 度上下，表現也沒問題。那最舒服的是 ProArt 在這波聯名當中也完全沒在客氣，直接搭上了極其豪華的由 PTDRX 8000MHz 128GB 共享記憶體，你可以透過買 ASUS 自有的分配調整，最高可以直接切出 96GB 的獨立記憶體給 GPU 使用，再搭配上 16GB 的共享記憶體，總共 112GB 自由調度。或是直接把將近 124GB 都放進共享，讓 iGPU 最多可以存取將近 124GB 的超大空間。基本上這個配置，如果你是拿來剪輯創作為主，也可以使用官方建議的64+64配置，64GB 會留給 CPU 專用，而另外的64GB 則讓系統自動與 iGPU 共享。好，理論規格就先講到這裡。那我真的很好奇 ，ProArt GoPro Edition 上面這顆 Ryzen AI-Max Plus 395究竟能跑出什麼表現？尤其是對比舊款的 Ryzen AI 9 HX 370，搭配上4060，總 TDP 可以來到115瓦的上一代 PX 13，究竟85瓦的 AI-Max Plus 395是否真的有提升呢？首先，我們直接來測 CPU 效能，我們直接來跑對處理器最大效能更加敏感的 Cinebench R23。AI-Max Plus 395拿下了單核2028分，對比上 AI 9 HX 370的單核，兩者基本上就是同世代的產品，但還是有着 2.7% 左右的效能領先。而如果我們看到多核的話 ，AI-Max Plus 395居然直接衝破了3萬分大關，拿下了30145分，非常誇張啊，真的有料。而在內建的 Radeon 8060S iGPU 上，如果你跟 HX 370的 Radeon 890M 去對比，那其實完全不用比，我們就直接測 SunnyMark TimeSpy 就好。HX 370所採用的 Radeon 890M 大約可以拿下4214分，而 ProArt GoPro Edition 則是輕鬆拿下10213分，直接來到890M 的 2.42 倍，沒在跟你開玩笑，所以才說跟傳統內顯是完全不同級距的產品。所以我們也就不廢話，直接拿出上一代所搭載的95瓦 RTX 4060進行對比。那在95瓦的 TGP 之下，4060拿下的是9413分。沒錯，85瓦的 8060S 表現還更好，大約有着 8.5% 的效能領先。而且就算我們 TGP 來到115瓦，已經可以完全發揮效能潛力的4060來比，其實 8060S 又還有着94%以上的效能，所以在理論效能上真的有點東西。所以 AMD Strix Helio 的目標真的非常清楚，就是給上頂級的 CPU 表現，讓日常體驗、遊戲體驗、創作體驗全面覆蓋的前提之下，
再透過 Radeon 8060S 這組效能很強，但是能耗比卻很不錯的內顯，再搭上共享記憶體的優勢，全面覆蓋這種輕薄設計的中高階全能筆電。重點是因為 AIMX 395 Plus 同樣繼承了優秀的能耗比協同，所以整個使用體驗是很不錯的。比如說我們測試，就算在不插電之下來測 Cinebench 2024 ProArt GoPro Edition 同樣可以做到插電狀況下94%的單核以及84%的多核效能發揮，所以就算臨時在外面需要開個 Photoshop 即時修圖、Lightroom 轉檔也沒太大問題。而在輸出表現上，我們也實測 Premiere Pro 4K 剪輯測試，一般的輕度 YouTube 4K 剪輯可以參考這個測試結果。素材採用總長10分鐘的 4K 原片，並且經過簡單的調色及混音，最後進行 4K 輸出。那經過實測 ProArt GoPro Edition 總共耗時255秒完成輸出，這個結果有點出乎意料啊，因為居然已經無限接近110瓦的 RTX 4060。那你別忘了，這台還有共享記憶體的優勢啊。比如說，我們隨便玩個 AMD 先前合作的 AI 生圖軟體 Amuse， 然後我們選擇可以吃到 AMD GPU 的 Flux 模型，然後簡單下個咒語，隨便選個3000×3000，但這些都不是重點。我們打開工作管理員，你看，在 GPU 的專屬記憶體和共享記憶體這邊，就算選到3000×3000，你就看它默默的往上跳，幾秒的時間就已經吃到34GB 了，輕輕鬆鬆。這種看它一直往上跳，但就是永遠吃不滿，還真的是首次體驗啊，有點心動。那不只是跑生圖啦，跑地端模型，簡單生成跟訓練都很實用。就算只是拿來輸出大型專案好了，你現在不用硬是買到5090，就只是為了大 VRAM 不至於讓專案爆掉。這個 128GB 的共享記憶體，可以說是除了安心，睡覺的時候想到都還會偷笑一下。最後，雖然說 ProArt GoPro Edition 主打創作者的定位，但偶爾玩玩主流遊戲也完全沒問題。我們也來簡單測測遊戲表現。首先，我們直接來測筆電端效能指標 Cyberpunk 2077。經過我們實測 AIMX Plus 395的表現的確有點東西，在 2K 之下可以放心開啟極高畫質，搭配上 FSR 可以來到 61.6 FPS。如果再把畫格生成打開，平均幀數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到99 FPS。而在 Forza 5當中，我們測 2K 極端畫質之下，不開 FSR 就有平均79 FPS 的表現，打開 FSR 平均88 FPS。2K 下完全順跑沒問題。不過老實說，如果你是完全遊戲取向的需求，還是建議直上獨顯電競筆電。比如說我們實測在2077當中 ，AIMX Plus 395拿下的是 61.6 FPS 的平均幀数。如果跟隔壁棚4060滿血，再開 DLSS 之下，可以跑到平均79 FPS 相比，還是略有差距。但以一台85瓦 TDP 還控制在13寸的創作者筆電來說，我覺得可以日常玩玩就已經很可以了。而在周圍配置上 ，ProArt GoPro Edition 搭配的是 1TB PCIe 4.0 的 SanDisk SN5100S， 實測循序讀取7122 MB/s， 寫入6503 MB/s。網卡採用發哥的 MT7925， 實測可以成功連上 802.11b1， 也就是 WiFi 7的網絡，並且也支援6 GHz 頻段。續航部分 ，ProArt GoPro Edition 雖然有重量控制的壓力，但華碩依舊塞進了73瓦時的電池。在 PCMark 10現代辦公的電池續航力測試中，最終拿下11小時47分的成績。以效能筆電來說，這個續航也是前段的表現了。充電上，幫你使用原廠隨附的200瓦充電器實測，30分鐘就可以充到 59%，1小時充到 90%， 最後 10% 進入到慢速充電保護電池，完成充滿，耗時1小時42分。最後的時間，幫你也一樣提供所有的跑分測試結果供大家參考啦。整體來說 ，ProArt GoPro Edition 的目標我覺得非常明確，就是在輕巧體驗之下，再透過 Ryzen AIMX Plus 395，以效能筆電來說非常強勢的能耗表現，所以無論是在發熱控制、續航、流暢性上都可以獲得保障，甚至在離電下也可以處理一些基本的影像工作。再加上獨顯等級的內顯硬體以及 128GB 的共享記憶體，的確是非常適合創作者的應用需求。對了，我想多分享一下，華碩這次也有推出一般版本的2026款 PX13，
在外觀設計上與我們先前開箱過的 PX13 基本相同，但是在硬體上採用的就是 Ryzen AI Max Plus 395處理器，但是搭配上 32GB 的共享記憶體以及 1TB SSD 的版本，可以根據你是否有超大共享記憶體的需求進行選擇。好啦，這集我們也在有限時間內，盡可能把所有 Pro GoPro Edition 的重點資訊都塞進來了。本期節目就先到這裡，如果還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最後，節目製作不易，還請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歡迎透過加入頻道會員或是 YouTube 的超級感謝按鈕，贊助我們完成更多有參考價值的實測節目。我是栗子，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不要忘記訂閱邦尼邦尼，並且打開小鈴鐺，及時收到我們最新的評測通知。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們。如果還有其他問題，別忘了底下留言。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嘍。